为了摆出大乔的这个经典造型，我买了2个大乔。最初买的大乔给了2个右手，买不到补件，我只好再买一盒，进行简单的替换。现在算是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好帅好帅！哦对了，之前 Dio 的眼部瑕疵，这个大小眼的问题，我也是又买了一盒新的套件，问题解决。确实，超像可动的体验简直就是一场修行。这次大乔的套件给了不少配件，取出本体，拿在手里就会感觉分量感很足。各段故事里的啾啾似乎身材比例上都有些许差异，互相不匹配。总的来说，大乔和二乔会显得更宏伟一些。整体观赏前还需安装背包，解锁软胶的包带就可以轻松安装。造型完整了，看起来不错。壮硕坚实的体型搭配标志性的倒三角躯干，再加上修长的四肢，既有力量感又透出机敏灵巧。拉近看面相，我觉得整体感觉挺到位，有一定归纳和优化。配色和动画设定有一定区别，我觉得也挺好。具体把玩起来，颈部多段落可动，自由度很大。肩部的蝴蝶骨关节有清晰的段落感，使得双手拿剑会稍微自然一些。上臂多了一个可轻微侧摆的平转关节，手肘可动表现不错。腕部关节的卡榫太纤细，感觉很脆弱啊。腰部水平旋转很好看，屈膝可动范围很小，效果很差。脚部可动中规中矩，整体的可动比较基础，够用。但要摆一些大幅度的全身动作，这个腿部只能这样，自由度不高，效果一般。接着来看其余的配件，咬牙的愤怒头雕效果还行，搭配动作看起来会更生动。剑与鞘都有完整给到，并且可以做到正常收纳与拔剑。剑柄处有着精细又还原的刻画。在剧情中，随大乔找回人性的黑骑士布拉霍，在临终前用鲜血把剑柄上的 luck 补写成了 pluck， 随后将配件赠予了大乔，让他带着这份勇气迈向未来。配合造型手就可以抓着武器摆动作，拿着武器动态生动不少。角色的背部孔洞可插支架，默认支架插背包会不稳固，说明书有额外的示意。配合加长卡榫的连接件，让这个零件直接贯穿整个背包，就可以稳固站立了。这款大乔脚小，一定要上支架。哦对了，额外的字牌放在了限定版里。非常经典，我很喜欢，也是祝大家别中奖，不，只能说少中奖吧。